我认为最后28条，所以变成19条，撤掉了9条嘛。这9条我认为都是不核心的部分，然后是让乌克兰能够下台的。他回去跟乌克兰讲，你看我已经怎么样，很有尊严的争取到乌克兰的尊严。现在俄乌战场的最新局势呢，从这个战争的天平，大家都知道，现在急速的往俄罗斯这边倾斜跟靠拢。那面对美俄设计好的这个28点和平计划的提案呢？乌克兰还有美国的官员在日内瓦会谈之后，双方把原本的28点版本，现在修改成了新的19点协议哦。当中几个核心部分，带观众朋友来看，包括了敏感的割地问题，还有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两国的边界线怎么画，还有俄罗斯的安全保障，你该怎么承诺之后不要再继续的西进等等的。那这个问题哦，等于是泽伦斯基还有乌克兰又把这个问题呢丢回给了川普，丢回给普丁，这些敏感问题，反正我就原封不动，你们回去再想一想吧。但是呢，这个川普宁愿先跟习近平主席先做热线通话，对于泽伦斯基丢回来这颗球，他也不急得接，他就先让你再放在旁边冷却一下，先不理你。那这有什么样的政治意味？19点下来，但是美方并没有积极的去处理。那乌方改版后的这19点呢，传递的关键讯息，谢大使是不是可以带观众朋友来解读一下？我想美方会让这个28点变成19点哈，绝对不是怎么样删掉敏感部分，绝对是把不敏感部分删掉。因为我们光就谈判的技巧来讲的话，现在谈判很奇怪，它都是多目标的谈判。我这个谈判我有28个目标，对不对？那这28个目标，我就要让所有人可以得到你所得的，然后呢，你去宣称你的胜利，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别方也可以得到他的所得，大家都宣称胜利。是，这个是现在谈判啊，国际谈判里面最大的特征，就两造都要宣布胜利。那现在这个部分，我认为割地的问题啊，这个边界的问题，这些问题啊是最敏感的部分。那如果把这个拿掉的话，第一个，川普也白谈了，因为普丁不会接受，普丁不会接受，因为这个其他加入了很多，就是说，比如说，我认为那个都是怎么样，都是伪旗，为什么？比如说，战后乌克兰能够保有军队是多少？60万人，乌克兰现在就120万人，你把它裁掉一半，那这个就是一个伪旗行动，为什么？我到时候一定让你乌克兰觉得说，我给你加到100都可以，我给你加到80都可以。乌克兰谈判者会说，你看，本来60我多厉害，我谈成80，对。然后呢，加入北约的问题，那这个东西要写入你的宪章，写入你的宪法里面，叫乌克兰原始这样，你写入宪法，我不加入北约。那这个最后的话，这个我认为是一个伪旗，为什么？到时候一定给你放，到时候那就不要写到宪法里面，写到你宪法里面，你泽伦斯基不是乌克兰的历史罪人吗？所以他这个会放。那我认为现在会放的都是这些。可是这场战争最敏感的，我说就不写入宪法，不是说你可以加入北约，你让他不加入北约，你还有很多方式，可他偏偏选了一个最难的方式，然后让往后退。最后就是说那就是说这个北约要做出承诺不加入，其实这也是个伪命题，因为北约是共识决要一个国家反对，美国反对就好了嘛，对不对？哪有什么保证？对，那现在这个另外一个就变成，就是说，你现在还有很多，比如说泽伦斯基在和平以后，总统必须30天内改选，那后来就说，哎呀，这个不好吧，我们3个月之内改选，我们改成6个月好不好？我认为最后28条，最后因为他们都不讲实际的，我是在这个猜，所以变成19条，对不对？现在撤掉了9条嘛，这9条我认为都是不核心的部分，然后是让乌克兰能够下台的，他回去跟乌克兰讲，你看我已经怎么样，很有尊严的争取到乌克兰的尊严，因为泽伦斯基在演讲的时候，这个28条一曝光以后，他讲我们现在2个抉择。一个是什么？失去我们的尊严，对；一个是失去我们的关键盟友，对不对？那他这2个本来尊严就比较重要哪里说关键盟友？盟友今天是盟友，明天就不是盟友，
就他得把这个两个来讲。可是我认为他基本上要遵回尊严的话，哈，他又不失去盟友的话，目前那个9点啊都是不重要，是对重要对俄罗斯讲关键的点，尤其领土问题，我认为是不会变的。没错。好，这一次美跟乌的代表齐聚在瑞士，现场谈判传出火药味十足啊！因为美方有人抱怨说，乌克兰一直在带媒体风向，要求美方来替这个19条的方案背书。那么现在把解题人又回到了川普跟这个普丁的身上，这个球要怎么接？其实他们也不太急啊，尤其是上次哥你观察居中协调。但是也想分到一些好处，作为这个成本回收的美国，现在该给予乌克兰一个体面的台阶下吗？还是说，反正上次一样也谈失败了嘛，我就撒手不管了？俄罗斯继续在战场上予取予求，然后消耗乌克兰的元气。圣诞节今年估计又是在这个战争中度过，大家继续打，继续推，直到你乌克兰面临到临界点，你必须要妥协，你要失去你的尊严了，是这样吗？我认为现在整件事情，无论现在28点到19点哦，在内容当中当然很多的搏斗，可是大家一定要了解到，这个28点，也就是说，包括卢比欧，包括先前他是由他们的陆军部长带着这个到乌克兰，先给乌克兰他们来看。要知道这28点可是俄罗斯他们派人到迈阿密跟美国方面也是谈了3天呢。也就是说，这个28点并不是一个匆匆忙忙。这个从容连滚带爬出来的部分的结果，它其实还是美国、俄罗斯谈了3天的结果。我觉得我们要拉回到川普啦。我觉得川普无论如何要注意，大家要注意一点，川普他如果没有在今年把俄乌战争搞定，对他来说，他会是一个非常难受的事情。因为作为他在今年就任之后，已经折腾了，连滚带爬1年，而且不要忘了，在这个28点出来之前，川普又说了感恩节之前要签啊，所以我觉得川普并不是说无所谓，我认为川普有个急切性，而且不要忘了，川普在整件事情上来讲，已经把我跟泽伦斯基觉得泽伦斯基好难搞，他们有很多的部分的军人冲突，而且每次川普在面对俄乌战争之后，他始终都要提到说的部分，因为他是帮拜登擦屁股啊。也就是说，整件事情他没有自己要去认，或美国要去接受，他觉得这是拜登搞的鬼，而且你现在泽伦斯基不把这个事情结束，所以我认为川普有一种急切性，特别到越接近年底，而这个28点也不是很突然的，所以我认为现在的状况是在这次谈的部分，我认为卢比欧把事情搞砸了。我个人是这么看，因为都知道，在整个过程里头，不只是这个28点传出，先让英国金融时报先曝光，后来美联社又大曝光，所以才会整个国际上的舆论针对于28点的内容开始有很多的部分指责，包括欧洲、包括欧盟的国家跟乌克兰还有很大的底气。泽伦斯基录了个10分钟的视频，然后讲的这个热血澎湃，仿佛整个舆论都站在乌克兰这里。可是明明在整件事情，你觉得是？整个美国部分是大家来争了吗？其实现在卢比欧是要按照道理是要执行川普强烈的意志，要逼泽伦斯基就范的。所以我觉得这次当中是谈崩了，而没有最后能够让川普希望在感恩节或快速的在今年里有个结果，而现在开始又出现分叉，乃至又回到原点。我认为川普一定会很不高兴。要知道，大家要知道，商人的性格是这样，他不会永远一直认赔下去。到某个时间点之后，他立刻仓促收场，他不会再有继续的纠缠。我认为川普的容耐是有极限的，而且一旦泽伦斯基又回到原点，他对泽伦斯基的谴责或压力会更大了。是。好，现在川普总统的确是比较急了啦，因为上任到现在，他诺贝尔和平奖没拿到就算，这场战争还是没有办法如他的意哦，在美国的这个斡旋居中下，尽快的结束 ，everybody happy 过圣诞节，可能没有办法看到。但是另外一边的普丁就不一样喽，反正我跟你美国制定出来这28点，你改动我就不认。我们战场上继续打嘛，现在胜利的天平是我这边在进行，所以我们看到。俄军这几天的行动又是一连串的收获，包括了击落的乌军的无人机，继续轰炸你的首都基辅，打击你的士气。乌克兰全境都发布这个飞弹警报，哈尔科夫、库皮扬斯克、红军城等等都无一幸免。我还记得干哥去年我们还在讲这个红军城被围困有多惊险的情况，都打到现在2025年的今天了。当前的局势究竟对乌克兰有多不利？这个乌国士兵他们的圣诞节应该
很难过了吧？其实我说一句实在话，就是说我们讲了有1年了，那你说，不管红军城或者是库皮扬斯克啊，都还没有拿得下来，那究竟这是什么原因啊？我们也觉得战事处于一种焦灼的状态，可能普丁不想马上把那个套索给勒紧，免得把你给勒死啊，这有可能。但另外一种可能也是因为。战争的持续，也许是政治人物的筹码，不要忘。所以这个28点现在已经缩小到第19点啊，你就会觉得这里面这些重要的这些，就说那个它里面的条文啊，说句实在话，我看了以后，我真的是很惊讶。我想俄罗斯也不能接受，乌克兰也不能接受，你知道为什么？其中有一点讲给大家听，他就是说，乌克兰将获得全面的重建与资金补偿。补偿要从哪里来？从欧洲各国在那个他们银行里面冻结的俄罗斯资产里面这样子来的，然后从俄罗斯的资产冻结的这个金额里面拨补出来重建乌克兰的战后的这个秩序的话，那全部拨完了才能够还给俄罗斯。普丁现在是口头是答应的，你觉得他真的会答应吗？我很怀疑啊！我讲一句实在话，我很担心。还有一点，他说。俄罗斯将把不侵犯欧洲与乌克兰的政策要写入法律。刚才那个大使有讲到，写入什么法律？写了这条法律，我可以再另外立一条法律，意思就是说，俄军绝对不能够越过易北河打过来。西德当年在易北河部署了1万辆坦克，对面的华沙公约组织是4万辆。A10攻击机就是这样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你看到那个像蚂蚁一样多的坦克要过河来的话，你只用 A10去打它。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28点变成19点，它的意义不大。它的意义是在哪里？是说俄罗斯不能够再进犯北约国家，甚至乌克兰，美国或是北约也不在乌克兰境内驻军啊，除非是暂时。这些话都是多余的。我认为最近俄罗斯的军队的进展，代表乌克兰的抵抗越来越弱。你可以听到，就是说，乌克兰现在只剩下用无人机了，它没有实质的作战能力了。其实老实讲一句，无人机已经划开了一个新的时代。你可以发现有很多工作交给无人机去做，可是到最后的实质占领，还是要真的士兵来完成。现在俄罗斯是按兵不动，但是就看泽伦斯基要怎么样。接受或不接受这19点的计划，他接受了，整件事情可以说是可以让大家觉得说松了一口气。可是我觉得川普没有什么耐性的。由美国提出的28点和平提案现在浮出台面了，但这究竟是苦口良药，或者是糖衣炮弹？我们继续跟3位专家来探讨。首先，关于这份提案我们这个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从第1条讲到28条告诉大家。但是几个关键核心呢，大家要知道，包括了乌克兰。你要割地，面积呢是相当于台北市加新北市，我们说双北啊。现在这个台湾人口居住最多，然后也是最发展的一个地方。第二，要限武，就是呢，不管是你的军事力量、武装人员，包括乌克兰设定的这个是美方设定的60万人，还是欧洲希望的80万人，总之就是大概这样的数量。那其次呢，就是最关键的北约这个组织还是没有办法让你乌克兰加入了。所以呢，想当然尔，这份提案是非常具有争议性的。那虽然美国总统川普说这不是最终版本，大家可以就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再来小修小改，再来彼此讨论一下，这样的谈判是川普最喜欢做的事情。但是，一些国际观点认为与其说这份提案是帮乌克兰解决困境，还不如说是送给俄罗斯的许愿清单。大家知道圣诞节快到了嘛？里面非常多，大家觉得说为什么对俄罗斯让步这么多啊？那实在是令乌方难以咽下。那川普却不太满意，他认为说，我都已经帮你到这个份上了，感觉现在基辅跟泽连斯基是有点不知感恩的但真的是这样吗？想问一下蔡委员，如果这一签下去，泽连斯基总统是不是丧国陆权这个标签就变成他的历史定位了？泽连斯基已经不重要了，他什么角色不重要，有没有上去，有没有辱国，一点重要性都没有了，因为他现在已经是一个破产公司的 CEO， 准备被扫地出门了，你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跟各位讲，这28点和平协议啊，其实就是一个样本，什么样本？破产公司不良资产处理协议。第一个，有3个块土地，已经被法拍了啊，顿涅斯克、卢甘斯克、克里米亚已经法拍了，权利已经被拿走了，一进入法拍程序，权利就没有啦。好，那其他的还有2个，赫尔松、第聂伯罗或者一部分扎波罗热，这正准备进入法拍程序啊。那为什么？因为你破产了。那再来，破产了以后要限制员工人数啊，所以你怎么可以有60万人，对不对？啊，那你破产公司，你还有什么经营公司的权利吗？那当然，出来执行这个破产公司的是债权人，是谁？美国债权人。美国呢，要把你的里面剩下的产值齐了以后，看能不能拿一点回去补偿他的债权损失，建立停损点。可是欧洲不是债权人。欧洲是股东，公司破产了，你继续注资不多，1000亿美元，这什么意思？欧洲你股东啊，你股权赔光，你还讲什么东西？你就拿钱出来，我是债权人，我要捞本回去，合不合理？合理。为什么？这个就是很标准的不良资产处理协议。至于你说啊，你这个 CEO 泽伦斯基，100天内请你滚蛋，你现在是清算人、看守人，爱不爱随你便哦。那你说哦，批评这个什么什么乌克兰割地，你地是我川普割的吗？早已经进入法拍程序了，你还在讲什么割不割地啊？那你说哎呀，都单方面是俄罗斯说啊，那好，我继续打啊。就在这个案子出来之前，这个美国的陆军部长啊，好像叫什么 Daniel Draco， 他上了一个报告给泽伦斯基。给那个川普说，现在乌克兰2个月以后只有2种结果，要么你有秩序投降，要么你全面崩溃。什么意思？有秩序投降就是重整完成破产程序。什么叫崩溃？啪嚓，由这个债权人随便挖，2种情形随便搬啊，这2种情形而已啊。啊，这个是不是符合事实？是的。你现在乌克兰只有秩序投降跟全面崩溃，你溃败，你已经没有选择了。是，那你为什么把公司经营成这样子？问你这个伟大的 CEO 啊，然后更觉得这个跟以前的投降或者和平协议都不一样。和平协议开头都会讲说，我们基于安全啊，基于人权啊，基于什么，讲了一大堆，有没有啊？然后我们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啊，等等等等啊，这没有，一开始就直接就这不良资产怎么处理，这一块你的。这一块我的，俄罗斯你那3000亿，1000亿拿出来给乌西重建，然后股东欧洲再来1000亿，然后剩下2000亿，俄罗斯要重整要重建乌东，那这个钱还有我美国要分一半，就这么简单。为什么？啊，我重整人啦，我重整人，我要把我的投下去的钱给捞一部分回来啊，当然不可能完全捞回来。他讲的是矿产都是骗人的了哈，但是不管如何，你这互相吵来吵去，凭良心讲，就有个破产公司，泽伦斯基毫无选择的空间。是，哇，蔡委员用这个破产清算程序啊，来描述现在俄乌的处境，还有乌克兰跟泽伦斯基能够处理的方式，非常的生动。刚刚提到，感觉是非常被动，只能掏钱出来这些股东的欧洲国家，他们当然听到这28点。也是一懵啊！感觉我现在话语权越来越低啊，除了继续往里面投钱跟军援的价值之外，我好像真的不能说什么话了。所以这份提案呢，这个法国、英国跟德国第一时间是拒绝了部分的要素，并且提出了改版。他们认为呢，这个原始提案给俄罗斯太多好处了。好，乌克兰要被限制军力，俄罗斯却受到不对等的对峙啊！战斗民族如果持续的往东扩呢，那我北约的这个心腹大患一直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治本的保障，所以杨老师你怎么解读现在欧盟的作为，还有他们要求，美国你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但我们做一个类似北约第5条款的安全保障，来形成这个共同防御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可行性，真的有吗？法律上我觉得不可能。法律上目前的28点里面其实是有谈到，如果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将会遭受到其他所有相关各国协调的军事反应，也就是说各国会采取军事的反击，但这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承诺，而且我也不了解这个协调的军事反应是什么意思哈，所以很模糊。
蔡委员刚才用这种不良债权的处理，我觉得这个很现代性，蛮有趣味理解的。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因为对欧洲人呢，他们真的就是回到过去，整个19世纪那种国界领土的更改，不就是一个一个都是这样子的案例吗？从梅特涅到俾斯麦到一次大战，从波兰被瓜分，德国丧失领土，然后呢，整个乌克兰。一直都是整个东欧到中欧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往往返返，每一个条约、每一个领土的重建，大概都类似，跑不掉的，因为你输了就是输了，被占领了。现在这是这个28年里面有3个大重点：第一个领土，第二个安全，第三个债务跟削减制裁啊，以及相关的这个投资问题。领土的问题，你这边讲用台北加新北，他们在欧洲不知道台北跟新北加的是多少。卢森堡，然后卢森堡就是卢森堡。对，因为其实顿内刺客没有完全被俄军占领，他要整体的顿内刺客，但是他也放了一些出来，所以整个加减之后大概2500平方公里，所以领土。但问题是整个乌东大概乌克兰的1/2。尤其这里面是富藏了煤矿、稀土、工业基础都在这边，所以领土代表了很多的意涵。那当然，这也是乌东俄罗斯语主要集中的地区。那第二个就是安全，这里面尤其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安全的问题。你只能有60万，不过现在《纽约时报》说，目前乌克兰的军队只剩80万，60万 OK， 你不可以加入北约。北约也要明确拒绝乌克兰加入。还记得2008年北约的高峰会邀请乌克兰加入吗？我就要问了，说好的乌克兰有事，北约有事呢？从过去一直以来将近20年，美国跟北约不断在鼓动乌克兰做我的代理人，我让你加入欧盟，我让你加入北约，我保障你安全。就乌克兰被打鸡血一样。把自己合法的总统亚努科维奇给拉下来，搞得国家4分5裂，发生战争。最后呢，他是给你很多的经济军事援助，但是你怎么在战场上传统武力打得过俄罗斯呢？结果现在被占领了，你面临到再一次19世纪领土丧失的这样这个重演，跑不掉的了。只不过是细微的调整，只不过是时间的调整。至于说你还想要类似北约第5条的安全保障，白宫就会说，那你们去跟他第5条啊，美国这边不会跟他第5条嘞。那欧洲这边做得到吗？当然做不到了。所以这也是一个死局哈。乌克兰现在是丧钟已经被敲响了嘛？就是因为美国媒体爆料说，其实川普一直以来呢都在跟俄罗斯在进行秘密磋商，制定了这个结束乌俄战争的新计划。然后现在呢，我们摊开这份由美国特使牵头起草的28点和平计划，哇，大家一看说这个内容根本就是乌克兰的投降书。我们来看到包含了要求乌克兰要割让顿巴斯地区的领土。还有武装部队的规模直接砍半，而且要放弃长程武器。再来呢，包含了从语言跟宗教下手，说要承认俄语是官方的语言，还赋予俄罗斯东正教官方的地位。还有包含说，乌克兰境内呢不允许任何的外国军队来驻扎。更狠的是，基辅当局呢，还有欧洲的盟友，在这个草案的过程当中，他们是完全被蒙在鼓底的哦。因为美方呢准备把这个既成事实呢，直接就硬塞给泽伦斯基。最新的消息是，泽伦斯基他也已经收到了这一份和平计划，而且同意要就这些计划要点展开工作。但是有一个前提，说希望可以体面的终结。好，不过大家真的很好奇，为什么最后会变成这样的？杨老师，你来看，川普他为何会全然答应这个普丁的要求？我就说这是上一次匈牙利的总理奥班到白宫和川普吃午餐，就表达了作为川普跟普丁之间的一个传达的信使。那这个就由这样个推演出来28点和平计划，比较细部的内容哈。那在领土上面，俄罗斯将获得顿巴斯，也就是现在的顿内刺客跟卢甘斯克。卢甘斯克他已经全部的占领，顿内刺克啊，也就是在红军城之后，他也会获得整个这2个省。然后呢，克里米亚获得国际承认，美国也会承认，并沿当前的战线冻结赫尔松跟扎波罗热的部分的地区，也
也就整个乌东的地区，其实现在的战线所在的地方，但是包含整个顿巴斯的地方，俄罗斯都取得。所以这个是在所有包含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会给予法律承认，这是28里面所讲的。此外，他也提到说，西方将全面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归还约2/3，大概是2000亿欧元所冻结的俄罗斯的央行的资产，在各国，尤其是在瑞士，而且正式邀请俄罗斯重返 G7， 回到 G8， 那是1998年到2014年。其实俄罗斯是参加的这个 G7， 那个时候就改名叫 G8。然后呢，在领土跟国际地位上面，俄罗斯还会拿到经济大礼包，像是美俄成立联合基金，共同开发北极的资源。这个其实是美国想要夹带的这个东西哈。3000亿的欧元被冻结的资产中，然后呢，扣掉的这1000亿用在乌克兰的重建啊，这个是。好像是俄罗斯拿出1000亿出来帮助乌克兰的一个重建，应该算是赔偿吧，但是重建项目一半的利益归美国的企业，这个是川普，你看厉害了。那扎波罗的核电厂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重启，发电量一半供乌克兰，一半卖回俄罗斯，那卖回来的利润里面又一半是美国的企业拿哟，不要忘记哦，所以。俄罗斯如果所有的未来再犯的话，这些优惠将会取消。那同时军力的话呢，乌克兰最多只能维持60万人的军队，禁止拥有射程可以打到莫斯科，也就是中程飞弹你就不要想了。然后呢，军备部队必须要解编，英国主导的战机联盟将驻扎在波兰，而不是乌克兰。北约部队永久不得进驻乌克兰领土。北约会籍会被彻底的排除，所以他不能进北约，军队也不可以进来，外国军队也不可以进来，他的军队只能维持到60万。那换得什么东西呢？换得美国给予欧盟和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并且加速进入到欧盟的承诺，这就是28点。我觉得乌克兰会接受吗？其实现在看起来，在战场上地面这个战争上面。他已经处于绝对不利，同时泽连斯基自己的内阁已经贪污的不可复加，没有任何的支持率，他撑不下去了。那欧洲这边只能打嘴炮，也没有任何实际上的这个帮助了。川普就是拖到后来，让整个战场乌克兰到欧洲，你的窘态完全呈现。那这个时候呢，当然就2个大老板，2个大哥就拍板叫定28点。是，但是现在美国大家在说根本就没有对乌克兰提出任何的安全保障，但是泽伦斯基是不是也没有条件可以拒绝？他有说美国是提供安全保障，但是这个安全保障呢不是很明确，是怎么样的安全保障？因为既然不可以有外国的驻兵，那同时乌克兰军队又只能这个拥有少部分，所以怎么样的安全保障，其实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是不可以外国驻兵，也就是说不可以连维和部队是不是能够进去？通常维和部队联合国不会介入到常任理事国相关的这些争端的事务当中，所以也不会是联合国部队。好，确实，美国现在呢很突然这个急转弯，其实整个欧洲也陷入恐慌。现在包含欧盟的外长也几乎说，任何结束乌俄战争的计划，其实都需要乌克兰跟欧洲的支持才可以。那法国外长话说得更重了，他说和平不是投降。波兰外长也痛批说，不应该限制乌克兰的自卫能力，受到限制的应该要是侵略者。好，现在您看到包含我们刚刚提到的欧盟啊、法国、西班牙、波兰这些外长纷纷都跳出来，大家在观望。张军，你来看，这是他们很害怕失去挡在俄罗斯面前的这个缓冲区吗？我认为这个欧洲这些国家，刚才所讲的，不管法国、德国、波兰、英国，还包括意大利，都犯了极重大的战略错误。对，要不然他们出兵援乌，要不然立刻就割地和谈，要这样子。你们都不出兵，你让乌克兰打，乌克兰现在怎么打？乌克兰现在面对3多的困境，牺牲太多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动员，牺牲太多。第二个。它的领土一直沦陷，它每1个月丢掉一个关岛，美国关岛是550平方公里，每1个月被俄罗斯攻陷550平方公里，你怎么办？3多啊，沦陷多啊。第3个，国债越打越多，你是借钱嘛？你乌克兰也没有办法卖石油，你卖那些谷物是没有用的，那能够卖几个钱？你3多你怎么办？死得多，丢得多，欠得多，
你怎么打下去嘛？你现在要浏览乌克兰战局其实非常简单，大家出兵帮他嘛，但是要冒核战的风险，普丁会不会跟你打核战？会核战，那我想，那你这些国家讲话的国家，你为何而战？为何要战呢？那就不敢。到现在为止打了3年9个月了，没有国家敢正式出兵，全世界195个国家没有一个帮助乌克兰，那乌克兰怎么打下去？没有人呢。那乌克兰现在面临3个困境：第一个，逃兵多，大家逃兵，现在逃兵20万，不愿意上战场了吗？没有意义嘛，越打越输。第二个，他现在贪污很多因为大家看已经不对了，矛头就卷盘跑，尤其是泽连斯基的亲信。都跑了，拿了钱就跑到海外做义工，因为玩不下去了嘛。那第3个呢，负能量太多，基层士气很低迷，都在抱怨，那也不能不打，你逃了或什么了，你到时候什么都没有，还会被抓回来审判，那打了是不是送死？所以负能量太多，你怎么办？没办法改变，防线崩溃了。所以我们看呢，这个战略态势的转换是不可能看不出来，没有办法改变战争的结局，所以越早结束越好，不要再牺牲了，不然又是3多继续变成3多，变成3个更多，那不好嘛。我认为这个尽早，这没办法，这是当初泽连斯基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西方国家也犯了重大的战略错误，而造成目前乌克兰的败相。是好，回到战场上，我们又来看到俄军在前线传出的捷报，因为现在战场形势几乎是完全一面倒向了俄罗斯。我们来看到俄军他动用476架的无人机，还有48枚的飞弹，锁定了包含能源、交通设施，发动很大规模的空袭。那俄军的总参谋部呢也宣布说，已经完全控制了战略重镇，包含了库皮扬斯克，还有在红军城也都有重大的进展，甚至俄军的官兵已经在当地展开常态化的巡逻。那反观乌克兰呢，现在不但是前线连连失利，而且刚刚呢，其实来宾也都帮我们提到了，爆出很惊人的贪腐丑闻。匈牙利外长就直接说，其实乌克兰它就是存在战争黑手党，还有腐败体系，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援助的钱根本你没有办法用到刀口上。好，李将军回到战场上，你帮我们看到现在前线很崩溃嘛？那刚刚提到后方又是贪腐被美国抛弃，那现在乌克兰面临这个3重危机，那战场上现在的战况到底有多严峻？你刚刚讲的库皮扬斯克，我们现在在地图上面，各位可以看一下它位置在哪里，在北边它是哈尔科夫州，那红军城是在南边，波克罗夫斯克那中间有几个城市包括斯拉夫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基夫卡，还有康斯坦丁堡这几个形成一个城市群。也就是说，其实如果说是库皮扬斯克跟红军城都丢掉的话，很明显，这中间这个几个城市大概保不住，这几个城市保不住，我们很明显的，我想说一般人对，包括10你都看出来，这一线整个就崩溃掉了嘛，等于说你就无险可守了那我们回到刚才所讲的这28点条件，到底是和平条件、停战条件还是投降条件？我觉得，你要讲和平呢，这只是这个大家这个粉饰投降的过程了当然，这个我觉得乌克兰真的非常的悲哀，他当初被美国推去打这场代理人战争，那居然到现在连投降怎么样投降的条件，他自己都没有资格上谈判桌来打。大家记不记得第2个是欧洲欧洲也被美国拉进去打这场战争，叫欧洲这个支援各种武器能力来讲的话，大家记不记得上次在白宫就是川普跟普京这个在阿拉斯加见完面之后，那时候川普曾经把欧洲7个领导者叫到白宫来，大家在前面坐着一排，我们戏称他叫做7个小矮人在那边。那现在来讲，整个欧洲的战局，连欧洲的这个7个小矮人都没有资格来谈，现在由美国自己来决定要怎么样投降。你会不会觉得这就是这个一个国家，甚至于一个北约的一个悲哀？那你们现在欧洲这些，不管马克宏或者是这个法国的大使说和平不能成为投降，你们现在还有资格讲这种话吗？但是我们从刚刚战场上的局势，我们就看得出来，现在大家在讲说，这个大家在讨论说泽伦斯基可不可以吞下去可不可以接受？但是我反而要说，这个普京愿不愿意就这样子就此结束？不见得会结束我们经常讲一句话，你这个在战场上面你没有得到的，你也不要想在谈判桌上面得到但是如果说在战场上面我可以得到更多的，你会不会在谈判桌上面要的更多这是现在来讲的话很现实的一个问题。那普京我们可以讲说他也不是什么善类，也不是吃素的。
今天特别关注在乌俄战争哦，因为乌军的前线非常的努力在拼命打仗，但是后方却有奢华的贪腐丑闻爆发出来。泽伦斯基的亲信竟然收了是1亿美元的回扣。今天要来关心到的是他的心腹坐拥金马桶，现在也说潜逃到以色列去了，怎么回事？今天一起来做关心。我们先来看到乌克兰的前线现在的最新进度哦，俄军已经持续的向他们的南线扎波罗热推进了，并且拿下了2个重要的要点，逼近了扎波罗热的前线城镇，并且剩下这个奥里西夫只剩下9公里的一个距离了。乌军现在可以说是前线告急，而且主力不断的撤退。就在此刻，没有想到能源设施也大受影响。我们要来赶快看到的是乌克兰的南部敖德萨也同样是遭到俄军的袭击，尤其是现在冬天也要到了，看到他们的港口跟能源基础设施都已经受损了，将近4万户因此停电，而距离冬天现在看起来剩下1个月，但是乌克兰已经痛失了大约是1/3以上的天然气。那么乌克兰预估将会面临4年来最严峻的冬天，眼看情势都已经这么的危险了，基辅的权贵们就在战争之时，竟然是闷声发灾难财哦。我们来看到的是基辅爆出的能源部门回扣的黑幕，高达了1亿美元。涉案的这一位是谁呢？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但是其实他是很重要的核心人物，泽伦斯基的核心人物。这个叫做国王人马的明迪奇，他是泽伦斯基多年来的挚友，娱乐公司的合伙人，更是当时泽伦斯基能够当上总统大位的重要金主的造王者哦。曾经他还甚至跟泽伦斯基住在同一栋，一起庆生过，2个人是非常要好的挚友。结果调查单位发现到他有贪污之后，是立刻到他家里去搜索，没有想到在他家里搜出了成堆的现金，豪宅内更是有奢华的金色马桶。我们来看到这张照片哦，金色马桶是用纯金打造的。于是呢，调查单位就已经决定好了，有一天要来去拘捕他。没有想到到了现场，发现他已经提前收到风声，所以逃往以色列去了。节目一开始来关心的是，前线都在流血，后方却在抢钱，怎么乌克兰的高官是在闷声发国难财吗？大使怎么看？这个就给我们一个解释的空间啊，怪不得泽伦斯基叫他不要打，他偏偏要打，哎，叫他停火，他也不停火。你提什么方案来，他都不愿意接受。连美国的川普总统出面说你没有牌啊，你干嘛一定要打呢？你每天死伤这么多，你干嘛要打呢？那现在我们找到可能答案了，就是原来打仗有这么多钱好赚。哎，如果不打这场战，请问一下，这个泽伦斯基的好朋友明迪奇能赚1亿美金吗？对，凭他的娱乐公司能赚1亿美金吗？他们当时是泽伦斯基只不过是一个喜剧演员啊，对，然后能赚多少钱？对，原来这个这么好赚，1亿美金，这个是天文数字啊。那不过这个从道德角度上来看的话，这些人都应该自杀以谢国人啊，对不对？那个你看前线那些被俘的乌军，他说我已经7天没有饭吃啊，我连水都没有了，对，我现在连弹药都没有，所以我投降了。那俄罗斯每天都要抓这些战俘啊，都放出来给你看啊，都是弹尽援绝。然后这个在俄乌战场现在抓到这些战俘啊，乌军战俘真的蛮可怜的，都是老头子啊，头发花白，然后呢胡子都是花白的，那个都差不多5、60岁了，那种还在战场上拼命，结果没想到泽伦斯基跟他的好朋友还在那边捞钱。可是我觉得为什么这时候才被发现？因为这个案子调查了1年半了，1年半了，这时候才发现。那我觉得这个中间就是可能有人觉得这场战争该停了，或者有国家认为战争该停了，就是泽伦斯基死不愿意停战，那我就把你的这个底给你掀出来。原来你们在那边大捞其钱，那而且最可恶的是说，怎么可能是案发之前人会先逃呢？对，这种最高机密的事情，而且它本身是一个独立机构。那个泽伦斯基在之前就要废除这个独立机构，那时候乌克兰人民坚决反对，这个调查贪腐的2个独立机构不能够被收并，
那结果还是搞了1年半才能查出来，家里面有这个金色马桶那么多现金，这样子玩法的话，会没有人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可能还有更高的这个政治阴谋在里面啊。那如果是要泽伦斯基走人的话，那可能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啦。那不晓得泽伦斯基还能不能继续待下去？那他不待下去，是不是这场战争就可以结束？好，贪腐案爆出来的时机点让人存疑，就是说这个时机点实在太刚好，是不是因为泽伦斯基不愿意停战呢，所以把这件事情爆出来？但是泽伦斯基针对这个贪腐案，他是真的不知情吗？干哥又怎么看？因为他到现在还没有对核心人马做出切割，也没有跟自己清楚的说明他跟他的关系。那到底是谁通风报信，可以让他潜逃到以色列去的？谁能通风报信？我不说他是共犯，已经对他是客气了，好不好？明迪奇这个人呢，其实老实讲一句他就是一个隐形的人物，他在幕后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但有人给他撑腰，就这么简单。你仔细看他在莫斯科的家里被查扣了不是莫斯科那个在基辅的家里，被查扣大笔现金，这代表什么？代表他是冲处逃亡的。不可能，没有人会他可能连保险柜都会清空。对不对？可是他当时急到连家里的钱都来不及走，可见得他没有回家，就连夜就逃亡了，直接坐飞机到以色列。代表什么？代表他接到了这个讯息，已经不足以使他有机会再处理他的财产。所以乌克兰反贪局国家反贪污局这个单位叫 NABU， 这个本来就是准备被泽伦斯基给拿掉。但是因为你在战争期间，你这样做的话会引起侧目，暂时它就停下来了。事实上，这个 NABU 坦白讲一句，他们调查这个案子不是只有1-2年而已，10几年前就开始在调查。那这一次终于有比较新的成果，就代表说什么？代表说他们已经查到了谁？前能源部长哈卢申科已经调查到哈卢申科身上，离泽伦斯基就不远了。这代表说什么？如果都已经查到前能源部长，因为哈卢申科跟以前泽伦斯基就是麻吉啊，对不对？那明迪奇是谁呢？明迪奇就是一个95街区这个公司是一个娱乐公司，乌克兰最大的娱乐公司，等于是经纪人公司啦。那泽伦斯基当年就是在他的旗下出道的，作为喜剧演员，所以跟明迪奇是2个人是非常就是交情是非常好的，也培养出很多乌克兰的那种演艺人员。所以他后来就摇身一变，变成他等于是代表政府，可以跟很多公司拿回扣跟很多公司谈判的。一个娱乐公司的负责人，他的角色怎么会转变那么多？那你泽伦斯基就要来接受询问嘛，是不是这样？哈卢申科至少回馈了1亿美金给谁呢？给明迪奇，因为能源的游说。那坦白讲，那钱到哪里去了呢？是明迪奇放在自己口袋里吗？这不可能，你用常识判断也知道。所以我相信泽伦斯基他现在已经面临了什么？面临的内外的压力，双重压力要他可能在这个战事之中做一个决定。还有，他如果说他真的贪腐被人家确认的话只剩下美国老大哥可以帮他了，就看川普接下来的态度是怎么样。我看很艰难的，如果战事再不结束的话，恐怕也保不了泽伦斯基了。好，那另外一方面，这个贪腐案是否也涉及到美国在这个当中呢？因为就在这个国家整个乌克兰在调查贪腐案的同时，另外一间恐怕也有涉案的是一间来自于乌克兰的军工企业。现在说他们邀请了美国前国务卿庞佩奥来担任顾问，意思是说有美国人来当靠山吗？那此刻泽伦斯基正在做的事情就是全面的改革，他要整顿国企，但是乌克兰人还会相信他吗？像这个又怎么看？其实对于泽伦斯基，不管他是不是本人，包括他的家族，比如说他的太太，那是不是有涉及到贪腐这件事情？首先我们想说，如果有的话，美国 CIA 怎么手上没有黑料？在川普跟泽伦斯基吵得最凶的时候，你就觉得基本上好像川普基本上都要指出到他讽刺了好几次，就是美国出了那么多钱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暗示性，就在那个边际上。
我其实这个边际当中是这样子，没有说破啦。比如说，就像北溪2号被破坏这件事情，其实包括德国啊，包括挪威、瑞典，其实都有在追查。特别是瑞典跟挪威已经追查结束了，但是不公布结果。这里头是不是乌克兰犯案的不公布？所以前阵子，包括在联合国中国的驻联合国大使耿爽他特别还提出了说，北溪2号的部分怎么不公布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哦？所以这个里头其实就是说，还是有一些关键的东西被暗砍。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知道，其实俄乌战争打一路下来，我们印象当中有具体的彻查掉一些至少3波以上。而且当中传的曾经最多的就是泽连斯基的老婆欧伦娜，当时2023年传说她去联合国演说的时候买了卡地尔的100万的不是手表还有收据，当然最后是说很可能就是你知道就是捏造的，因为那个时间点有传说她在黑海买了豪宅，还说她说买了豪车，各种的泽连斯基的太太。乱花钱这个部分东西，其实这个东西后来其实你会发现是整个欧美的部分媒体整个晋升哈，不让这个东西继续再被追踪扩大。所以我们想说这里头到底钱花在哪里？这次我们看到的部分，因为以欧盟国家来说吧，不管是美国直接给武器，除此之外也给钱内，因为要知道有些换火箭弹那些其实就是乌克兰他们自己的飞弹制造公司，他们自己做给钱，你们自己做武器，所以这里头才会有这种上下其手拿回扣的概念。所以最近我们都知道庞培欧被请去当一个这个就是乌克兰的飞弹制造商的部分的这个顾问，其实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很微妙的哈。与其自己贪，当然找一些人来做维持保护哈，可能也是它的主要的部分的作用。我觉得现在部分贪腐这件事，在自古以来近现代来讲战争，所有的包括越战，任何大大小小战争，无一战争没有不贪腐的。都有贪腐，只是它的严重程度，以及最后通常来讲，比如说在战争失败中，领导人卷款潜逃，你才赫然发现，哇，天哪，原来他污了那么多钱。在俄乌战场，现在有一个比较最新的、比较升级性的一个进度，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乌克兰战场现在变成了美俄它的飞弹对决的一个试验场。我们赶快来看到最新消息哦，这是来自于乌克兰的外交部长首度证实的，俄军现在动用的这个飞弹是9N729飞弹，是当时被这个中程核飞弹条约明令得禁止的这个飞弹，现在竟然用它来攻击乌克兰哦，算是俄军首度的动用了。那么它的射程，根据了解，最大射程是2500公里，而且它是可以搭载核弹头跟传统弹头的。过去刚刚说了，是被美俄列为是中程核飞弹条约里面禁用的一款飞弹。为什么他要把它拿出来呢？这一回，等一下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那么它是来自于这个外长，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俄罗斯的外长说这是普丁啊对美国总统川普终结战争外交努力的一种蔑视，才会射出这样子的一个飞弹。CNN 也来报道了，他是说除了普丁有动作之外，我们来看到川普也有动作了。五角大厦已经同意向乌克兰会来提供美制的战斧的巡弋飞弹计划。那么川普做回应说没有考虑批准，但是呢很难说，或许我未来会改变我自己的想法。针对这样子的一个飞弹做使用，委员怎么解读？乌克兰会不会成为美俄飞弹对撞的核火线最前线？已经是如此了哈。先跟大家说明一下，9M729是可以载核导弹跟常规弹药的这一款巡弋飞弹的，它基本上有个外号叫螺丝起子，screwdriver 哈，是这样的一个名词。它由伊斯坦格尔那个导弹系统就可以发射了，它是一个陆基发射的。那过去美国这个俄罗斯的签的中程核飞弹条约是限制什么？在500公里以上，在5500公里范围里面都称作中程飞弹。那任何可以装载中程飞弹的这些武器啦，通通要销毁。那俄罗斯销毁的比较多，销毁了几千枚，那美国只有销毁了几百枚。那这是1987年达成的协议，大家都遵守。可是后来美国的这个战斧导弹啊，为什么没有在这限制范围里面？因为美国的战斧导弹是空机跟海基的，它当时只规定陆基的受限制，空机跟海基的不受限制。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装模作样啊。那到了普丁这个上台了以后，
就觉得这个不是很公平，所以他们就开始恢复中程核导弹。因为开始美国人的船开到人家门口去，然后用战斧导弹打你，说我这个不受限制哦，因为我是海基的，这个叫掩耳盗铃嘛哦，那所以俄罗斯它当然没有那么大的海军的舰队，所以它就开始发展这一类的中程核飞弹。那这一次在乌克兰上面就把这个9M729拿出来。其实最早要限制的，美国想限制的就是9M729，这个叫罗斯起子导弹。那听说啊，精准度比战斧导弹不晓得高多少。那我们就看看乌克兰面临现在处境啊，几乎他们想打的地方没有打不中的哦，这是乌克兰目前呢，比较头痛的地方哈。那你要把它解释成所谓普丁对于川普终结俄乌战争的努力的蔑视也可以啦，因为普丁现在打得顺风顺水，就叫乌克兰依他的条件来投降而已嘛。那你这个川普你给他什么？他说我打这么久了，你能给我什么？那再加上这个。红军城只要陷落，应该差不多了。如果只要陷落，那这场战争就结束了，剩下已经不是重点了。哦，所以他用这个俄罗斯式的战斧导弹啊，怎么打？他说只要他成本划得算，他就会怎么打。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美俄的飞弹现在在乌克兰境内不断的互轰。那另外一方面，战场的第一线，刚刚委员帮我们特别提到的红军城，现在呢对于乌克兰来说非常的不利简直可以说是陷落了。我们来看到，现在乌军的部队仍然是在东部的重镇这个红军城这边展开一个全面行动，要反击这些入侵的部队。那么俄罗斯的说法，他说早就已经用前行的攻势完成了对于红军城的包围。美国智库是这样分析的，他说俄军突袭部队正在寻求绕过乌克兰，在红军城的据点路线渗透到乌方的这个防线的后方。简单来说呢，现在战争研究所的一个披露，意思就是说，俄军派出他们的炮灰部队做前锋，来吸引乌克兰的无人机跟炮火。那么吸引到之后呢，他们再用自己的主力部队去锁定坐标，来做一个比较精准针对于乌克兰的轰炸。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吕舰长？我们刚刚讲到这个9M729的那个飞弹其实它就是长成这个样子，它是左边的这一枚，右边这一枚呢，就是刚刚郑源老师所讲的伊斯坦格尔的这个飞弹，它是可以用同一个运输载具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的国防部它有趣了，它公布他们这两款飞弹其实都是同一个载具发射，它公布的射程呢，480公里，490公里，这根本就是掩耳盗铃，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射程。是这样的，真正的如果按照这个智库的研判的话，它的是2500公里。2500公里是一个什么概念？也就是几乎所有北约的成员国通通在内。那当然有很多的说法，说为什么会使用这一种飞弹？那大家有人说，哎呀，这个俄罗斯的飞弹要用尽了，错。其实它真正的原因，也就是展现它的核武实力。因为这个其实，按照我们一般的讲法，也就是核弹头跟常规弹头都能使用。它现在用的是常规弹头。但是我这样子慢慢的飞啊，我就是让你们看清楚，这个未来可以携带核弹头，你们再说用这一个战斧试试看。战斧是怎么一回事？大家忘了吗？战斧就是提风飞弹，提风飞弹在今年的这一个互生匕首的这个军演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在澳洲发射过一次，它就是从陆地上发射的，所以美国早就没有在搞这个中导协议的那个约制了。那至于红军城的部分，因为有很多的我们的观众在讲，小舰长，你讲红军城已经讲了1年多了，对，因为很难打。那这一次现在我们讲到说这个前行攻势，就是这个位置，其实红军城在这个位置，然后其实这个两边前行之后呢，直接封锁了它的那个未来它的一个乌克兰部队它可以撤出的路线，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得更清楚也就是现在
俄罗斯的打法，它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义务海军陆战旅直接切穿。它为什么要这样切穿？因为它这样切穿之后，让这个红军城这一片通通都是红军城，让红军城的乌军直接切割成2个部分，那这个比较浅红色的都是10月他才刚占领的。我们不要忘了前行有另外一边啊，他这里就是要跟上面呼应，然后直接的汇合之后，然后这下面的就直接的被那个前行包围在里面。这就是俄罗斯从我们之前讲到的库斯克一直打到现在红军城，他一直使用这个路线，而且这里面最糟糕的，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北边，也就是罗金西克的部分，那南边呢，其实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谢利多沃这个部分，它有一条公路，这个公路其实现在通通都在俄罗斯的手上。那在俄罗斯的手上是什么状况？它可以不断的那个军援它的最前线的部队，但是相对于乌克兰来讲，它后继无力。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一个红军城大概也就是在这一个礼拜，大概就已经被扫平。这个已经可以算是当年乌克兰为了因应俄罗斯的可能威胁建立的堡垒城市的最后一个。好，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是红军城，也就是战场的第一线，提供给观众朋友现在最新的战情。那另外一方面，在外交领域，我们也要来看到是原本大家还记得吗？当时不是说了吗？这个川普跟普丁2个人会见上面来谈这一场布达佩斯的和平谈判。本来说是要延期，但是来自于英国的《金融时报》最新爆料，他说事实上俄方是非常不满意美方的，因为他当时呢，其实俄方开出了备忘录条件，包括3个，第一个要乌克兰割地，第2个要裁军，第3个不加入北约，但是后来双方没有谈好，等于是破局了吗？美国接下来会不会对俄罗斯采取一个更强烈的反扑？杨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在10月16号双方在阿拉斯加会谈的时候，本来不是川普希望普丁停火、停战，结果他反而被普丁说服了，要和平协议。但是怎么样达成和平协议呢？他自己还后来接待了7个欧洲国家的元首以及泽伦斯基，把那个图都画出来了。虽然泽伦斯基说啊，这个图是不对的，他就是要这个4个州。但美国我觉得刚开始的态度其实是弹性的，因为大部分其实都被占领了，而且战争的这个局势是倾向对俄军有利。那可是呢，看到这2天，就刚才声明提到的《金融时报》就在讲，不过我觉得《金融时报》其实都在帮乌克兰讲话，这也可以理解。他说，因为川普对于普京要求大量的大片的土地，然后呢大幅的裁军，以及要完全承诺不会加入北约，那无法接受。我觉得川普根本是相当有弹性，因为在过程当中，他其实一度说要给战俘，但现在又说不给啊，现在又很模糊。可他这2天就说他随时是开放的，愿意跟普丁见面，因为他知道战场上其实刚才小舰长提到的是对俄军越来越有利，因为那个被包围的区域大概就是60平方公里这么大。那现在连乌克兰方面都已经承认，将近上万名俄军在包围这个情势，大概从来没有像以前这么的，就是以前没有像现在这么的紧张过。所以地面上的是有利，那当然普京这边就不愿意嘛。我觉得是普京不愿意现在跟川普在布达佩斯那个记者问是他妈妈决定的这个开会场所，对不对？他们大概普京就想说，我不要去你妈妈指定的地方去开会。但是呢，我觉得重点是关键的，我个人认为是普京不愿意开这个会。是，川普当然愿意啦，因为川普他无所谓，成不成就其实都无所谓，因为他都认为会往前走。可是普京就觉得说，我既然在战场上已经有成就，而且知道你大概对乌克兰的帮助，其实也是不情不愿，所以呢，我就慢慢拖。但是呢，我是建议普京不要拖太久了。你拖太久的话，其实我觉得川普可能明年就进入到选举年了。